今天我们来聊聊吃鱼这件事。一直以来，大家都说多吃鱼，聪明又健康。鱼肉富含优质蛋白和 Omega-3 脂肪酸，被视为对心血管有益的白肉。然而您知道吗？有些鱼表面看似美味健康，实际却隐藏着危险。就算老板白送，也最好敬而远之。最近就有一位好心的鱼贩提醒了我，鱼市场里有5种鱼，千万别乱买。听完他的内幕消息，我才恍然大悟，现在知道还不迟。那天我在市场鱼摊前看见一排挂着的咸鱼，便想买一块回家熬粥。结果鱼贩老伯立刻摆手阻止，语重心长地说，咸鱼还是少吃为妙。我不禁一愣，咸鱼不就是鱼吗？怎么反倒不能吃了？老伯见我疑惑，便给我讲起其中的道理。第一种要提到的是腌制的咸鱼。许多人从小吃着咸鱼长大，尤其在沿海地区，咸鱼配白粥是一绝的美味。然而这种经典美味其实潜藏着可怕的健康风险。科研早已证实，中式咸鱼在制作过程中，由于大量食盐腌制，鱼肉中的蛋白质会分解并与盐分产生的亚硝酸结合，生成强烈的致癌物质亚硝胺。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甚至已将中式咸鱼列为第1类致癌物。也就是说，咸鱼的危害性不输给香烟和砒霜，同样是对人体明确有致癌作用的东西。长期大量食用咸鱼会显著增加鼻咽癌和食道癌等疾病的风险。在一些爱吃咸鱼的地方，鼻咽癌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。可见那一片小小的咸香鱼干尽可能成为餐桌上的隐形杀手。要知道，咸鱼之所以会这么咸，就是因为制作过程用了大量食盐，长时间腌制，然后再经日晒风干。古人没有冰箱，采用高盐脱水的方式保存鱼肉，是无奈之举。谁能想到这样晒出来的鱼干里竟潜藏着化学杀机呢？传统上，人们常把咸鱼视作开胃下饭的好东西。可是有人发现，一些咸鱼吃得多的家庭，鼻咽癌似乎特别常见。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就有香港的研究指出，幼年时常吃中式咸鱼的人，长大后罹患鼻咽癌的风险比很少吃咸鱼的人高出好几倍。如今医学界普遍认可咸鱼和鼻咽癌之间的联系，可以说这种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传统美味，其危害却是被我们长期低估了。当长辈们还在夹一块咸鱼给孩子下饭的时候，他们未必知道这块咸鱼里藏着这样的定时炸弹。所幸现在我们了解了真相以后，还是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咸鱼，才是对家人健康负责的做法。有人调侃，咸鱼之祸就是咸鱼翻身，祸从天降。本来咸鱼翻身是形容词来运转，没想到在这里却变成了字面意义。咸鱼一翻身，可能就把吃货送上了不归路。想想还真是讽刺又可怕。说完咸鱼，老伯又压低声音对我说，还有一种鱼更厉害，吃它可真是拿命搏。我睁大眼睛继续听下去，他神秘地问我知不知道河豚，接着便讲述起河豚的传奇与凶险。第2种危险的鱼是河豚。河豚鱼肉鲜美，极其诱人，古人甚至感叹不吃河豚焉知鱼味，可见它的美味自古便令饕客趋之若鹜。然而河豚身上潜藏着剧毒物质，名为河豚毒素，其毒性之强令人啧舌。科学检测发现，仅需约 0.5 毫克的河豚毒素就能夺去一条人命，而且这种毒素对高温极为稳定，普通的烹煮、油炸、腌制等方法都无法将其破坏。因此误食河豚毒素往往是九死一生的下场。中国古籍里就有吃河豚中毒的可怕记载，写道，入口烂舌，入腹烂肠，无药可解。想象一下，只要一口处理不干净的河豚肉，就可能让人舌头麻木、四肢瘫软，甚至呼吸衰竭致命。直到今天，每年仍有一些贪嘴的人私自烹调野生河豚，结果中毒身亡。哪怕在河豚料理合法的日本，也必须由严格训练并持证的专业厨师来处理河豚。普通人若心存侥幸自行动手，无异于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就算鱼贩老板真的白送你一条河豚鱼，千万也别贪这口鲜，因为一失手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。更令人脊背发凉的是，河豚毒素中毒过程中，患者往往意识清醒却全身瘫痪，眼睁睁地感受呼吸困难却无法求助。
由于目前尚无特效解毒剂，医院对河豚中毒也只能进行支持性抢救，许多时候回天乏术。就在前不久，新闻中还有某地几位食客吃河豚中毒的报道，一桌人因贪嘴尝试野生河豚，结果不到1小时便出现肢体麻痹、呼吸困难。不幸的是，其中一人最终抢救无效离世。这种悲剧听来令人痛心，又完全是本可避免的。真可谓一条鱼害了一家人，谁又能忍心拿亲友性命开这种玩笑呢？事实上，早在宋代就有文人对河豚推崇备至，相传大文豪苏东坡曾对河豚赞不绝口，甚至写下拼死吃河豚的感叹。古人尚且如此残爱河豚，但我们可千万不能学这种拼命三郎的做派。正因为河豚太过危险，长期以来我国对野生河豚的流通销售都严格禁止，只有经过无毒养殖处理的河豚鱼才允许极少量的端上餐桌。即便如此，喜爱河豚的饕客也一定要去有资质的餐馆品尝，千万别贪图便宜私自买来加工。对普通老百姓而言，不吃河豚其实也并没有错过什么。世上美味千千万，少了河豚，我们照样可以吃得开心又安全。聊到这里，鱼贩老伯又指了指旁边一处正在特价促销的冰鲜鱼排，对我说，那些便宜到离谱的鳕鱼片其实很可能根本不是鳕鱼，原来在鱼摊里还藏着以假乱真的学问。第三种需要当心的鱼不是特定品种，而是一种以次充好的黑心冒牌货，假冒的鳕鱼。市场上常有价格便宜的所谓鳕鱼在售，其实很多并非真正的鳕鱼，而是冒充鳕鱼的鱿鱼。鱿鱼学名为吉林蛇青或意林蛇青，因肉质雪白细嫩，又常被不良商家冠以鳕鱼或者龙鳕之类的名字，鱼目混珠。鱿鱼本身无毒，但它体内含有极高比例的蜡质油脂，人类肠道无法吸收这种物质，食用鱿鱼后，蜡质无法被消化，就会润滑肠道，并随粪便一起排出，导致一种非常尴尬的结果，叫做排油性腹泻。通俗点说，也就是吃了这种鱼之后会拉出橘黄色的油来，令人防不胜防。肠胃功能较弱的人甚至可能出现腹痛、恶心等症状。过去就有不少消费者买到廉价的鳕鱼排，食用后发生严重腹泻，才发现自己中了鱿鱼的招。由于鱿鱼价格便宜，有些商贩会拿它冒充昂贵的银鳕鱼或真正的鳕鱼出售。对于不明就里的食客来说，这种欺诈行为简直比黑心棉还黑。万一哪天有鱼贩热情送你几斤超便宜的鳕鱼，可千万别以为捡到了便宜，很可能这些白花花的鱼肉就是让人拉肚子的鱿鱼，吃了不仅得不到营养，还得整天往厕所跑。网上甚至有人戏称，吃鱿鱼就像肚子里开了油龙头，喝下去的是鱼，流出来的是油。虽是调侃之词，却形象地描述了鱿鱼的威力。试想大庭广众之下，若是肚子突然汹涌翻浆，谁都不愿遇到这种狼狈事吧。现实中也有不少人误把鱿鱼当鳕鱼吃，结果腹泻不止，吓得以为患了重病，上医院检查才得知是吃了假鳕鱼所致。在网络论坛上，关于鱿鱼害人的讨论屡见不鲜，有人懊悔不该贪那几块钱小便宜，也有人大呼上当受骗。可以说，鱿鱼事件给贪便宜的消费者们好好上了一课。如何辨别鱿鱼和真正的鳕鱼呢？一般来说，真正的鳕鱼鱼肉洁白，略带透明，质地较松，而鱿鱼的肉常带有淡黄色，且质地更紧实肥厚。如果鱼排切片很小且价格异常低廉，就更要提高警惕。另外，烹调时鱿鱼会释放出较多油脂，煎烤时锅中可能出现大量橘黄色的油脂，这也是不正常的现象。由于鱿鱼导致腹泻的事件频发，不少国家都对其销售做出了限制。例如，日本和意大利等地干脆禁止贩售鱿鱼，美国也要求餐厅必须注明鱿鱼可能引发胃肠不适，否则不得提供给顾客。我们购买时更应该多留个心眼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那种特别便宜的鳕鱼十有八九就是鱿鱼在作祟，别贪小便宜，否则最后可能要花大钱来买止泻药。听完鱿鱼的黑幕，我心有余悸的点点头。老伯忽然瞥见另一头有人在处理一大块数十斤重的鱼肉，他摇了摇头对我说，像那么大的鱼啊，其实我们自己都很少买来吃。为什么呢？
他接着给我揭开了大型鱼类的隐患。第4种鱼听起来没那么惊悚，但长期吃下去却是慢性毒药，那就是体型庞大的掠食性大鱼。旗鱼和鲨鱼这类栖息在食物链顶端的海中巨无霸，体内往往积累了大量的汞等重金属。由于环境污染，河流、湖泊和海洋中的汞酰被小鱼小虾吸收，小鱼又被大鱼吃掉，重金属就这样沿捕食链逐级富集，鱼活得越久长得越大，体内积存的有害金属就越多。这些重金属无法靠烹调去除，人吃下肚后也难以排出体外，而是会在体内慢慢蓄积。汞会伤害人的神经系统，引起记忆力衰退、四肢麻木，严重时还可能导致中枢神经永久损伤。上世纪50年代，日本水俣湾地区曾发生过工厂排放甲基、汞污染鱼类导致居民集体中毒的惨剧，史称水俣病，其中许多患者终身残疾，教训极其惨痛。当年水俣病事件爆发时，当地居民一开始并不知道祸根在鱼，人们只见村里的猫变得异常怪异，有的不停转圈，仿佛在跳古怪的舞蹈，有的干脆一头栽进海里淹死。随后不少村民也出现了手脚颤抖、行走困难等症状，严重的口吐白沫、抽搐不止，最终不幸丧命。经调查才发现，原来是工厂排出的含汞废水污染了鱼虾，猫吃了中毒，人处在食物链顶端也未能幸免。这痛苦的真相令世人震惊，也为后人敲响了警钟。相比之下，重金属的可怕就在于它潜伏在美味之中，无色无味，却能悄然侵蚀健康而不自知。或许有人会说，我吃鱼这么多年，不也好好的吗？但重金属往往喜欢埋伏在人体内，等累积到一定程度，再来一次致命打击。与其侥幸认为看不见就等于没有，不如提前做好风险管理。就像聪明的鱼贩和营养师们所建议的，小鱼适量吃，大鱼少为妙，如此才能既满足口腹之欲，又守护长久健康。那怎样才能既享受吃鱼的美味，又减少重金属风险呢？专家建议，首先选择食物链较低、体型较小的鱼类，比如秋刀鱼或小黄鱼，这些鱼累积的污染相对较少。相反，体重几十公斤的大鱼就尽量别买来吃了，就算要吃，也应控制频率和分量。比如金枪鱼罐头这类食品，每周吃一次问题不大，但千万别天天拿来当主菜。另有研究指出，鱼体内的重金属多集中在头部、皮下和内脏部位，因此吃鱼时最好去头去皮，内脏更是万万不能吃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曾发布建议，孕妇和幼儿应避免食用鲨鱼、旗鱼、方头鱼和马林鱼等高汞鱼类，尽量选择体型较小的海产品。对普通人而言，也要讲究适量原则，避免长期偏食某一种大型鱼类。饮食保持均衡且种类多样，海鲜与淡水鱼搭配着吃，才能在享受鲜美滋味的同时，不必担心重金属超标。正当我对鱼肉里的重金属心生警惕时，我们身旁不远处传来一阵刺鼻的怪味。只见另一个摊位的一桶鱼闻起来有些古怪，几条鱼翻白肚飘在水面，摊主却拿着工具在给他们上色。我皱眉问老伯那是怎么回事。老伯压低声音说，千万别去买那摊的鱼，8成是动了手脚的死鱼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赶紧请教老伯该如何辨别问题。第5种，千万别碰的鱼不是指特定鱼种，而是那些已经不新鲜甚至被动过手脚的鱼。有的人为了贪便宜会买临死的鱼，甚至干脆捡便宜收购死鱼，但这样的鱼风险极大。首先，我们无法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死的。如果鱼是病死的，体内可能携带各种病原；如果是缺氧闷死的，死前就已经开始变质。而且鱼一旦死亡，体内细菌会迅速繁殖，并产生组胺等有害物质。鱼肉放置的时间拖得越久，其中累积的细菌毒素和腐败产物就越多，人吃了容易食物中毒或感染寄生虫。除了死鱼本身不能吃，更可怕的是一些黑心商贩会将快死的鱼伪装成活鱼卖，或者用化学手段让死鱼看起来很新鲜。曾有新闻报道揭露，不良摊贩往水产缸里倒入柴油，刺激奄奄一息的鱼短暂翻动几下，看上去又活蹦乱跳。这种鱼被俗称为柴油鱼。
还有人把死鱼泡在甲醛溶液里进行防腐，让鱼的外表保持僵硬鲜亮。这种经过福尔马林浸泡的僵尸鱼对人体的危害更是难以估量。要知道，甲醛本身就是明确的致癌物，因此如果闻到鱼散发出怪异的化学药水味道，就千万别购买。正常新鲜的鱼应该只有自然的腥味和海水气息，鱼眼透明清亮，鱼鳃红润，肉质富有弹性。凡是不符合这些特征的鱼，即便价格再低，卖相再好，也一定要提高警惕，避开，别因一时大意买到变质甚至有毒的鱼。黑心摊贩的手段真是令人发指，为了赚几个钱就拿毒鱼来害人，简直丧尽天良。所幸有经验的鱼贩提前提醒，我们才能避免落入这些陷阱。总而言之，鱼肉虽好，但以上5种鱼却可能暗藏危机。多亏这位好心鱼贩的提醒，让我们明白了其中利害。以后再去买鱼时，可一定要擦亮眼睛，避开这些坑，选择新鲜安全的鱼类。只有挑对了鱼，我们才能真正吃得健康，吃得安心。回头想想，如果不是鱼贩老伯点醒我们，这些暗藏的鱼类陷阱还真不容易发现。好在现在知道还不算迟，我们完全可以调整自己的购物清单，谨记这5种鱼不要买，自然就能避开大多数隐患。未来就让我们精明选鱼，开开心心享受海鲜的美味，同时把健康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最后，有些朋友可能还听说过鲶鱼和罗非鱼不能吃的说法，鱼贩老伯也笑着跟我说，其实这是冤枉了人家。鲶鱼和罗非鱼之所以名声不好，是因为它们适应力强，能在污浊的水里生存。有人就以为它们肉质肮脏有毒，其实只要养殖水质干净，鲶鱼和罗非鱼的营养价值并不比其他鱼低。我们不能光凭鱼的名字或习性就判断好坏，更重要的是看养殖环境。如果鱼来自正规干净的来源，就不用过度担心是鲶鱼还是罗非鱼。那些传言说它们吃排泄物，体内毒素多，多半是以讹传讹。鱼贩直言，他自己家也时常吃鲶鱼和罗非鱼，根本没问题。所以像这类平价鱼，只要来源可靠，大可以放心购买食用。